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疯狂的捕鱼人了。肩膀上不仅扛着上百斤的沙袋，身后还拖着一副弥天大网。为了能拖动这副巨网，尽量让身体往前倾，每走出一步都要使尽全力。在上方成千上万的小鱼正在等待他们收割，仅靠一副网就能将这些鱼一网打尽。一大早，当地的渔民开船来到布置陷阱的地方，前方用竹竿和渔网布置的陷阱，正是他们获得渔获的地方。渔网围绕着竹竿形成一个巨大的围网陷阱。为了固定船只，将船上的绳索绑扎在陷阱的竹竿上。随后，他们戴好潜水眼镜，腰间还要绑上一根塑料导管。塑料导管不仅能为他们提供氧气，还能为他们在水里保驾护航。水深大约20米左右。为了能将陷阱里面的鱼一网打尽，他们会在围网陷阱入口处放下渔网，以免里面的鱼从陷阱口逃出。陷阱里面的诱饵正是用来引诱外面的鱼进来觅食。整个围网陷阱底部会用石头压住，有些鱼为了逃出陷阱，直接卡在网口中，很多小鱼直接被活活卡死。有些鱼刚被卡住没多久，但已经被渔网卡掉了一大块鱼肉。活着的鱼都会用导气软管串起来带上去，有些鱼已经发霉了，只能从网口中扔到陷阱外面。处理卡在围网上的死鱼后，渔民开始将陷阱内的巨大渔网解开。绑在下方的沙袋是他们用来固定渔网的工具，正是这包沙袋才能让渔民在海底行走自由。提着上百斤的沙袋缓慢地往前走，上方会有渔民对渔网进行疏导，防止渔网纠缠在一起。此时渔民直接扛起100斤重的沙袋向前走，为了能拖动后方的弥天大网，尽量让身体往前倾，每走出一步都要使出全力。有了这包100斤重的沙袋，才让渔民在海底里抵抗浮力，从而能行走自由。身上的软管为渔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氧气，同时也为渔民保驾护航。巨大的渔网被渔民拖着向前延伸，渔网会围绕着陷阱包围起来。正是这一副弥天大网，将会把陷阱里面的鱼一网打尽。上方的渔网会有渔民进行疏导，渔民为了能让渔网在上方移动，只能通过固定的绳索向前拉。拖动渔网的过程中只能缓慢进行，在水中作业不仅危险，而且非常耗体力。渔网会沿着陷阱的周围缓慢缩小，他们会进行分工合作。绳索不仅用来拖动渔网，还能将渔网之间的缝隙进行衔接。在海底拖着弥天巨网向前走的渔民，可能是最辛苦的一个岗位，毕竟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力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巨大的渔网围绕陷阱一圈后进行封口，密密麻麻的小鱼瞬间映入眼帘。陷阱里面的小鱼正是他们捕捉的对象，也是他们经济的来源。被困在里面的鱼儿毫无方向的到处乱窜，整张渔网不断的被渔民收紧，连底部也用渔网给封住了。里面的鱼儿成为瓮中之鳖。靠海吃海的渔民为了获得更多的渔获，想出了用围网陷阱进行捕鱼，一次出海就能收获几吨重的渔获。被渔网困住的鱼儿只能围绕着渔网转圈圈。从网底往上看，巨大的渔网足足有10几米高。摄像3炮为了记录这一场景，也进去了渔网陷阱内。为了能将整个渔网陷阱浮出水面，利用大胶桶的空气浮力作为动力，同时绑在网角下方的沙袋也要解下来。网底下方的沙袋一一解脱下来后，整个巨大的渔网通过大胶桶的浮力向着水面上升。从没试过自动上升的鱼儿被吓得不轻，直接向着网底逃窜。底部的鱼儿已经密不透风，只能再次掉头向上逃跑。想要在密室里逃脱已经不可能的事。巨大的渔网被密密麻麻的小鱼占满了空间，看这架势，至少也有几吨重，而这里的1吨就有1000千克。整个渔网通过浮力向着水面上升，渔网下方会有渔民进行检查，以免出现漏网之鱼。当渔网浮出水面后，船上的渔民会利用绳索将渔网拉到船上，利用网口将渔网收回船内。6位渔民不断地将渔网收窄，聚集在一起的小鱼开始显露出来。渔民直接拿着大抄网捞了起来，一抄网就有几十斤的渔获。这么大的抄网必须要2个人进行合作才能操控，里面的鱼大多数青鱼居多，每一抄网都是满满的一大网兜，还夹杂着一些生鱼。捞上来后，较大的生鱼都会挑选出来，每一筐捞上来的鱼都会倒入船舱内，里面的鱼好像捞不完一样，捞了100-200抄网后才开始见底。较大的鱼都会挑选出来，整个船舱被抓上来的鱼占满了整个空间。较大的鱼货都会进行分类，毕竟价格也不一样。大鱼基本上都是生鱼类，整个打捞的过程中，如同在海里捞金，每一抄网的鱼货都是他们经济的来源。打捞的过程中都会进行挑选，毕竟每一种鱼的价格都不一样。此时整个船舱也装满了渔获，接下来其他鱼只能拿到另外一艘船里，经过1个多小时的打捞，最终才把所有的鱼全部打捞完。处理打捞上来的鱼后，就可以打开围网陷阱的网口，让外面的鱼进去觅食。此时他们就可以满载回家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
让世界更精彩。